有缘之人，这是法师秘而不宣的转运咒语，每晚睡前在心里默念一遍，菩萨便会立刻降临你身边。不出7天，所有的障碍都将被清除，所有的福报都将得到补充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在现代社会中，许多人面临着生活压力、工作困扰以及人际关系的矛盾，常常感到迷失和无助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遭遇各种挑战，可能是来自家庭的期望、职场的竞争，或者是朋友之间的误解，这些都会使我们感到无从应对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许多人开始寻求解脱与内心的平静。为了应对内心的焦虑和困扰，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精神世界，渴望找到一条通往内心宁静和幸福的道路。佛教中有一种鲜为人知但极为重要的修行法门，即改命神咒。这一神咒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不仅帮助我们净化内心、消除业障，还能提升福报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改变。在诸多佛教经典中，咒语被视为一种强大的能量工具。通过念诵这些咒语，我们能够与宇宙中的慈悲力量产生共鸣，感召佛菩萨的加持，从而逐步改善自己的命运。在这条寻求解脱的道路上，改命神咒不仅是一种修行的方法，更是一种心灵的寄托。它提醒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内心，反思自己的行为，理解因果法则在生活中的影响。通过深入实践这一神咒，我们可以逐步清理内心的杂念，平复内心的波动，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与目标。因此，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改命神咒的具体内容与实践步骤，帮助更多人找到通向内心平静的钥匙。无论我们目前的处境如何，这种神咒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，让我们在困惑中寻求智慧，在压力中找到解脱。佛教强调因果法则，认为一切行为都有其后果，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得恶果，这一原则在生活中无处不在。我们的现世所面临的困境，往往与前世的业障息息相关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，无论是善行还是恶行，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以某种形式回馈给我们。业障是由我们过去的行为积累而成，每一个不善的念头、言行和决定都会在内心留下印记，这些印记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散，反而它们可能在未来以困境、病痛或财运衰落等形式显现出来。佛陀在《杂含经》中明确指出，心能造善恶，诸法由心生，以及心念与行为是制造善恶业的根本。我们的内心状态直接影响着外在的生活，而心灵的清净与否，正是业障的根源所在。许多人在遭遇困境时，常常感到无力和绝望，难以看到问题的本质。实际上，业障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往往不是单一事件造成的，
而是过去种种行为的结果。因此，要想改变现状，首先需要从内心入手，反思自己的行为与念头。我们要明白，消除业障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，期间要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。然而，业障并非无法化解。佛教常常强调，善行、修行和念诵咒语能够净化我们过去的恶业，从而积累功德，消除业障。通过修行，我们可以逐步转化内心的负面能量，获得解脱与提升。佛教经典中提到的许多修行方法，正是为了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修正自我，提升境界。例如，持诵大悲咒能够帮助人们清除心中的烦恼和业障，使他们从轮回的苦海中得到解脱。因此，了解因果法则和业障的关系，是我们修行的第一步。只有深入领悟这一法则，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自身行为的影响，进而通过修行来净化内心，消除业障，提升自身的福报和智慧。修行与回向功德在佛教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，是我们改变命运、净化内心的重要途径。修行是指通过各种方法提升自我，净化内心，积累福报。它不仅包括念诵经文和咒语，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善行、持戒和修德。修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自我反省、自我提升的旅程。通过这一路径，我们可以逐步超越内心的烦恼，获得内在的平静与智慧。回向则是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的核心思想是将我们修行所得的功德不仅仅留给自己，而是通过祈愿，将这些功德分享给所有众生，尤其是那些与我们有因果牵连的冤亲债主。回向的过程不仅让我们自身的修行更加圆满，也展现了佛教的慈悲精神。通过回向，我们将个人的修行与众生的福祉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体现了佛教中它的核心理念。例如，当我们完成了一次的念诵或修行之后，可以默念回向的愿望，愿我此次持诵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愿他们早日解脱。这样的愿望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内心的宁静与满足，也能让我们的修行更加具有意义。回向的过程中，我们不仅是在为自己祈福，更是在为整个社会带来正能量，帮助那些受苦的灵魂得到解脱。在修行的实践中，我们可能会面临许多挑战，比如内心的懈怠、对修行成效的怀疑等。这些都是正常的心理波动，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不断成长。通过坚持修行，我们能够逐渐培养出一颗慈悲的心，以更加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。修行与回向的结合，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净化内心，消除业障，更能让我们在不断的实践中提升自我，扩展心灵的边界。每一次的念诵和回向，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积累福报，也是在为整个世界播撒善因。这样的过程
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个体与宇宙、个体与众生之间的密切关系，使我们在内心深处体验到一种与万物相连的和谐。因此，修行与回向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，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。通过修行，我们积累的每一分功德都能在回向中绽放出光辉，而这种善的循环最终将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深远的影响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们不仅在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也在为他人的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。改命神咒作为佛教修行中的一种特殊法门，其力量令人赞叹，常常被视为转变命运、化解业障的有效工具。其核心在于通过念诵咒语来净化心灵，感召佛菩萨的加持，最终达到改变命运的目的。这种神咒的神奇之处在于，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福报、消除业障，还能在短时间内引导我们走出困境。改命神咒之所以被称为神咒，是因为它所蕴含的智慧与能量。在佛教经典中，咒语常被看作是与宇宙中深层次的智慧和力量相连接的桥梁。每一个音节都蕴含着深厚的慈悲与智慧。当我们专注地念诵这些咒语时，内心的杂念渐渐消散，灵魂得以净化，与宇宙中的慈悲力量产生共鸣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内心的平和，也能够激发出自身的潜能，逐步改变生活中的种种困扰。此外，改命神咒能够迅速感召佛菩萨或其他护法神灵的护佑，给予我们力量与支持。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我们的内心逐渐清净，所积累的善业能在现实生活中转化为福报。这种从内心到外在的转变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，让我们在困境中找到光明的方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改命神咒的效果并非单纯依靠咒语的力量，而是与我们的心态、诚意和专注程度密切相关。我们在念诵时，如果能够以虔诚的心态，真心祈求消除自身的业障，积累福报，那么这种力量将更加显著。因此，修行者在念诵过程中，需要不断保持内心的宁静与专注，让咒语的每一个字句都深入心底，与自身的能量场相互作用，产生强大的效应。通过不断的练习和体悟，许多修行者发现，改命神咒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，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他们的智慧与慈悲。在面对生活中的压力与困难时，他们变得更加从容，内心的恐惧与不安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与信任。这样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，更深刻地反映在他们的内心世界，帮助他们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与价值。改命神咒的力量不仅仅是转变命运的工具，更是一种内在的觉醒。它教导我们通过念诵与反思，清理心中的障碍，重新与内心的真实自我连接。通过这一过程，我们不仅能消除过往的业障，还能在新的生活中播种下更美好的因，创造出更加光明的未来。
念诵改命神咒的步骤虽然看似简单，但每一个环节都承载着深刻的智慧和意义。遵循这些步骤，能够更有效地提升我们在修行中的体验，让咒语的力量充分发挥。首先，在开始念诵之前，准备阶段是至关重要的。这一阶段的主要目的是调整心态，清净内心。为了让自己进入一种平静的心态，建议在临睡前花几分钟时间进行冥想或静坐。通过深呼吸，缓慢而有节奏的吸气和呼气，我们可以逐渐放松身体与内心。这个过程不仅有助于提高咒语的效果，还能让我们更容易入眠，避免夜间的焦虑与失眠。当我们清空心中的杂念，心境达到一种宁静的状态时，咒语的力量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。其次，进入念诵阶段后，我们可以专注地念诵改命神咒。此时，咒语的音节虽短小，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。在念诵的过程中，可以选择默念或轻声念诵，具体的念诵次数没有固定，但建议至少念诵21遍，越多越好。每次念诵时，我们要心存虔诚，感恩佛菩萨的护佑，并真诚地祈愿消除自己身上的业障，积累无量福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每一个音节都与宇宙的慈悲力量产生共鸣，逐渐洗涤内心的烦恼与业障。在完成念诵后，我们要进行回向，为自己和他人祈福。回向的过程是将我们所积累的功德与众生分享的体现。在这一时刻，我们可以默念：愿我此次持诵的功德回向给累世冤亲债主，愿他们早日解脱怨念，不再纠缠于我。这样的祈愿不仅让我们的修行更加圆满，也将个人的修行与众生的福祉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展现出佛教的慈悲精神。坚持每天在临睡前念诵改命神咒，并保持专注与虔诚，许多人都会在不出7天的时间内感受到生活中的微妙变化。通过这一系列的步骤，我们不仅在为自己的未来积累福报，更是在帮助那些与我们有因果关系的灵体获得解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内心的宁静与慈悲得以滋生，我们的心灵也因此变得愈发宽广。通过不断的实践这一过程，我们将逐步实现心灵的净化，走向更深层次的觉悟与解脱之路。在坚持每日念诵改命神咒的过程中，7天的实践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周期。在这一周内，修行者可以亲身体验到咒语带来的变化，感受到福报逐渐降临的过程。这段时间不仅是对个人修行的考验，更是自我内心与外在环境之间的深刻互动。最初的几天，变化可能并不显著，甚至会让一些修行者感到怀疑与不安。然而，这正是内心调整与坚守信念的考验。随着修行的深入，许多人会开始察觉到生活中微妙的变化。例如，可能在工作中遇到意外的贵人帮助，或者在财务上有新的转机，家庭氛围逐渐变得和谐，
原本的矛盾与冲突慢慢消解，甚至在健康状况上，长期困扰的病痛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减轻。这些变化都是咒语的力量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改变着我们的命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修行者的心态与信念至关重要。积极的心态能够增强咒语的效果，使我们更加敏锐地感知周围环境的变化。当我们能够以感恩的心态看待生活中的小细节时，内心的喜悦与满足感会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下去。我们会发现，原本看似平常的日子里，充满了无尽的可能性与机遇。此外，修行者在这一周的过程中，也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因果法则的真谛。每一次念诵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播种善因，每一次回想都是在帮助那些有因果关系的灵体获得解脱。这样的理解不仅让我们在修行中更加坚定，也促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主动地行善积德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福报。7天改命的实践实际上是一个修行与成长的过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修行者的内心逐渐变得清明，心境愈加宽广，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发生了深刻的转变，使我们不仅在物质层面感受到变化，更在精神层面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和与满足。这种变化并不是偶然，而是咒语与内心深处的自我契合所带来的必然结果。经过这一周的坚持，许多修行者往往会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力量，这种力量驱使他们继续深入修行，探索更深层次的佛教智慧。在此过程中，改命神咒不仅仅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更是激发了他们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思考与领悟。随着实践的深入，越来越多的修行者开始将这条修行之路延续下去，让改命神咒成为他们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灵性伴侣，引领他们走向更高的境界。修行的过程往往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旅程，需要我们具备耐心与持续的决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很多人可能会面临种种挑战与考验，甚至在某些时刻感到疲惫或怀疑。然而，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坚持中，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到修行的深刻意义。首先，耐心是修行的重要品质。无论是念诵改命神咒，还是其他修行方法，都会遇到阻碍和困难。初始阶段的变化往往是微小而细微的，甚至在短时间内可能看不到显著的效果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。每一次的念诵，每一次的回想，都是在为未来的福报积累善因。虽然这些变化可能需要时间来显现，但只要我们不放弃，持续努力，就一定会看到结果。其次，修行需要持续的投入与反思。每一次念诵都不仅是对咒语的机械重复，更是一次自我内心的觉察与提升。我们在修行中需要定期反思自己的心态与行为，检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。
是否保持了慈悲与宽容？是否在面对生活挑战时依然能够坚持信念？这种自我审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修行的方向，也能让我们在每一次念诵中更深刻地感受到咒语的力量。在修行的道路上，许多人发现，通过持续的努力与坚定的信念，内心的变化会逐渐影响到外在的生活。随着修行的深入，我们的心境愈加平和，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时，也能更加从容与自信。这种内外的和谐转变，不仅帮助我们克服了过往的困扰，更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迎接更多的可能性与机会。此外，耐心与持续的修行也会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学会感恩。每一个挑战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，而每一次的坚持都是我们自我突破的证明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感恩的心态会让我们在修行中更容易与宇宙的慈悲力量相连接，促进内心的净化与觉醒。修行的耐心与持续是实现内在转变和外在变化的基石。在不断的坚持中，我们不仅能消除过往的业障，积累福报，更能在心灵深处找到一种持久的平和与安宁。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深化，我们将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与慈悲，逐步走向更高的灵性境界。在这条修行的道路上，愿我们都能以坚定的步伐，迎接每一个明天的光辉与希望。在这段深入探讨修行与改命神咒的旅程中，我们看到了佛教智慧如何引导我们改变命运，化解业障。通过坚持念诵改命神咒的实践，我们不仅能够在短期内感受到生活中的积极变化，还能在更深层次上实现内心的净化与觉醒。修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而是一个需要耐心与坚持的过程。正是这种不断的努力，让我们逐渐接近更高的灵性境界。每一次的念诵，每一次的回想，都是在为自己与他人的未来播种善因。通过这种持续的修行，我们逐步体悟到因果法则的真实与深刻，明白个人的成长与他人的幸福是紧密相连的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慈悲与智慧不断滋生，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，能够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定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将所学的佛教智慧应用于人际关系、工作和家庭中。无论是通过简单的善行，还是通过慈悲的态度，我们都在为自己和周围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环境。这种积极的心态与行动，不仅帮助我们自身获得了福报，也为社会注入了更多的正能量。未来的道路上，修行依然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无论遇到怎样的挑战，我们都应保持信念，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改命神咒将继续成为我们的精神伴侣，引导我们走向更高的智慧与解脱之路。最终，我们不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更是在追寻更深层次的内在平和与智慧。每个人都能在修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与力量，
迈向更加充实与有意义的生活。愿我们都能以心灵的力量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